我是赵少康，欢迎你来到 TVBS 赵康战情室。在我们现场特别来宾，沈富雄委员、谢佩芬发言人、尹乃菁小姐、林云芳委员、洪孟凯委员、蔡碧如委员。好，那么在以色列跟这个加沙走廊哈马斯联合国在安理会表决了说要人道援助加沙，居然美国否决，只有一个国家15个国家一个国家否决，就是美国。他的理由其实也听起来就是说没有说哈马斯没有说以色列有自卫权，你巴西我们不讲以色列有自卫权呢，就把它否决了那大陆说很震惊美国你们不都是天天人道主义挂在嘴里吗？怎么这个时候你就把它否决了呢？好，那么拜登在我们台北今天早上8点，他的昨天晚上美国东岸8点呢发表演讲他说哈马斯跟普丁都是民主的共同敌人，他其实是打两面战争了但是美国还是世界的灯塔，只要我们美国在，灯塔亮着，它就不会迷航而且呢，他说希望国会能通过1000亿美元支持以色列、乌克兰跟台湾我觉得台湾是肉票绑在这里的因为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对台湾都很友好嘛，所以摆在这边看你怎么否决之前乌克兰250亿就被拿掉了嘛，不给你250亿美金那现在美国国会应该是非常支持以色列所以绑在一起。那我只是好奇到底他是怎么分配的假定说各300亿很好如果人家700、800亿，台湾就个几十亿这就显得没什么太大意思了好，那另外呢，因为美国曾经买了2套以色列的铁穹系统本来要在什么关岛了什么这方，说现在要租回给以色列显然呢，以色列的铁穹系统呢，这次打仗看起来是有点疏漏的地方那另外呢，这个俄国普丁下令他指示武装 KH-47M2 的这个匕首的高超音速飞弹米格31K 战机在黑海进行常态化的巡逻，被认为说是不是要打美国的航母？你现在派了福特号，对不对？然后派了什么这个两艘航空母舰艾森豪号那跑过来好，那我现在呢这个可以打击你的飞机的头顶上那另外呢，中国一直认为说呢，应要落实2国方案，就是以色列跟巴勒斯坦国2国方案不能说呢这个只有你以色列1国在那边那应该有2国方案。那以色列暗示马上要地面进攻了，而且呢要把加沙成为世界最大的坟场。你看讲得多凶把它变成一个世界最大的坟场。我们看一下。美国总统拜登在周4晚上8点，也就是台湾时间周5早上8点，任内第2度从白宫椭圆办公室发表全国演说。Hamas and Putin represent different threats, but they share this in common. They both want to completely annihilate a neighboring democracy, completely annihilate it. 才刚刚回国的拜登，这次针对以哈冲突和乌俄战争发表演说，他甚至将哈马斯和俄罗斯总统普京相提并论。American leadership is what holds the world together. To put all that at risk if we walk away from Ukraine, if we turn our backs on Israel, it's just not worth it. 拜登还强调，美国支持以色列的同时，也致力于巴勒斯坦人的尊严和自决权，但美国国务院却正在忙这件事。And then earlier today, we issued a worldwide caution alert where we advised U.S. citizens that due to increased tensions in various locations around the world,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advises U.S. citizens overseas to exercise increased caution. 由于近期世界各地爆发反美和支持巴勒斯坦人示威活动，欧洲多国又传出多起炸弹威胁，担心发生恐怖攻击。美国罕见对海外公民发布全球警戒的旅游警示，但一波未完，又来一波。Crew of the guided missile destroyer USS Carney, operating in the northern Red Sea earlier today, shot down 3 land attack cruise missiles and several drones that were launched by Houthi forces in Yemen. 根据美国国防部表示，这波由也门发动的攻击可能是要攻打以色列境内目标。好，那么加沙会成为世界最大的坟场以色列国防部长也说呢，你们现在都从外部看到加沙，不久你可以从内部看到加沙from inside， 就是换句话，已经以色列部队都进去了。老沈怎么看？我觉得昨天美国在安理会这个一票否决巴西提案全球震惊了，包括本人在内，不止本人在内。我问了我那些一起洗澡的深绿的朋友，早有，他们也很震撼了。大家都觉得美国太过分了。
你竟好意思用一票彻底否决巴西的提案？还有理由呢？理由更荒唐，就是巴西的提案里头没有提到以色列自卫权，就这个样子吗？你要找个理由也找得像样的理由，找这个未免太牵强了，对不对？你真的要否决，他不能弃权，你知道？弃权就通过了。他只有否决才能把它推翻啊！俄罗斯跟英国弃权了，对，所以他不能弃权。我觉得他们两个国家弃权的目的，就要凸显美国不得不反对啊！所以这个是世人就完全把联合国跟安理会的功能啊，完全看扁了，看得一文不值。不过我现在的看法是这样，这个以色列啊，是有的是钱脉。你看，在美国任何大学里头有反以色列的活动，或者挺巴勒斯坦的活动，犹太裔的有钱家族啊，马上对那个大学的经济援助，斗内，噗就砍断了。吓死人了！这个吓死人。而且这些学生永不录用。对，我的公司不用你。不，学生永不录用，只有几个学生而已啊。他是对那个学校的援助，噗切断了。你看学校怕不怕？学校当然很怕。所以美国不管是华尔街，不管是好莱坞，不管是学术机关，通通在犹太人的掌控之下。这个是非常非常的吓死人了。但是呢，以色列跟他的犹太裔遍布全世界的力量啊，他们有的是钱脉，但是阿拉伯的激进分子有的是什么？有的是命脉。什么叫命脉？不怕死。这个不怕死但以色列人也说我们也不怕死啊。但是你的不怕死是有限度的，我们的不怕死是要去见阿拉的，你知道吗？所以我们是视死如归啊，根本不把死当作一回事。所以拜登是色厉内荏啊，他虽然说挺以色列，但是他有向以色列警告啊，你千万不要占领加沙，你占领加沙所引起的可能的恐怖活动会是911的10倍了。你看他都怕，他真的很怕，因为阿拉伯人围住以色列，然后美国用海军在这个地中海就威胁这些包围以色列的阿拉伯国家，你包我，我再包你啊！这个是没完没了吗？不见得哦，不见得。美国人是打正规的这些阿拉伯人是打非传统的。你看，像911那种事情啊，如果到处爆发，所有这个西方世界的首都啊、大城啊，都那边爆一个，这边爆一个，这个就是没完没了的。所以这种事情，所以一定要善了，一定不可以这个样子。还有呢，我非常反对说台海跟以哈，还有跟那个俄乌，通通是摆在一起，非常的不一样。我们在3个里头，我们是得天独厚。我们虽然不是正常国家，我们虽然没有办法参加我们要的国际组织，但是我们是全世界的 baby， 你知道吗？我们是全世界的宠儿啊！这一点台湾要非常的珍惜这个资产，好要看看怎么利用，发挥光大，让台湾跟他们不一样。我们每次怎么一下子一想就想到跟他们一样，我觉得真的是作践自己。好吧，那以色列现在要发动全面的进攻了，到底怎样？我们看一下。爆炸巨响后，被击中的高楼冒出大量黑烟。从以色列看过去，都能看到加萨大楼被炸得爆炸火光。以色列空袭火力升级，因为大战在即。אנחנו הולכים לנצח בכל העוצמה. אתם מוכנים? אנחנו ניתן את המכה הקשה לאויבים שלנו. 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周四和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现身以色列和加萨边境，视察驻扎当地的以色列大军，暗示地面战将全面开打。כבר דורות חדשים, אין מחילה, רק השמדה מוחלטת של ארגון החמאס. 不过加兰特也说，要铲除哈马斯可能要花上数星期甚至数月，但会坚持直到任务完成。באירועים הקשים, ואני אחראי להביא אותה לניצחון. הקרב יהיה קרב ממושך, הקרב יהיה קרב קשה. 以色列坦克大阵仗在边境扫荡，确保开战前加萨附近没有哈马斯民兵。לא הסתיימה משימת טיהור השטח. אנחנו עדיין מתייחסים לעוטף. אתמול תפסנו מחבל אחד מוטש
בדרכו לעזה. 以色列同时也在约旦河西岸展开大规模反恐行动，周3和周4连2天抓获63名哈马斯特工，传出哈马斯联合创办人兼发言人约瑟夫也在被捕行列。那玉芳兄，这样子我看过这个加沙，不是曾经以色列长期占领过吗？那有一个指挥官说了一句话，他其实那每一栋大楼第几层住了哪一个哈马斯的人，我们都晓得。他是非常有把握。那可是呢，就是地上你了解，地下你不了解。500公里，500公里嘛，所以很多都已经大概都超出边境，都出去到别的地方去了嘛。那他一定要他这样炸，他也知道这样炸会引起很多的死伤啊。现在大概死亡人数将近4000人了，陈千基。然后这里面的小孩死亡的话，上个礼拜就已经传出死了500个小孩了啊，婴儿啊。那现在更不用讲了，啊。但是他不得不这样做，因为他的最终的目的是要重新占领加沙，然后彻底把哈马斯连根拔掉。那但是呢，你不炸的话，这些哈马斯他们的战力就可以保存到等你来的时候跟你决战。所以他要炸，那因为他知道你不可能全部人都躲到地下去，你有时候还会出来。那美国这次援助他的第一批的武器是什么？精准炸弹。那精准炸弹啊，他大概晓得说哪栋大楼它出口在什么地方，因为你这个地道还是要有出口的，所以他如果精准炸弹可以从出口地方进去的话，这当然就会造成很大的伤亡。刚刚讲到那个，先讲一下那个铁穹的问题了。铁穹是以色列当时在发展的时候，美国是出钱帮他忙的，所以后来大概也因此分到了2套了啊，大概技术上也做一些协助。那为什么他还需要呢？因为他用了太多铁穹啊。这次的问题最后暴露出铁穹一次的一个 launcher 一个发射器。大概可以发射20枚的飞弹，可以打出去拦截，超过20枚他就没有办法，所以他当然希望短时间能够把量快速的给扩张，这样子说跟美国要着。那我是觉得，刚刚他讲了犹太人的影响力的问题其实犹太人的人口在美国最多大概是720万啦，也有人估大概600多万啦。不管怎么样，最多就占美国人口的2.4%而已。可是，在美国参议院10%的参议员，在范斯丹死掉以前，100个参议员里面有10个是犹太人，包括现在多数党的领袖。在众议院里面呢，大概是占了7%，这相当可观。而且最重要不是这样，最重要是他们非常有钱还有非常有钱，布林肯本人所以他们的这个上次我讲过了，因为这里面说一件什么事，就是说选举的时候2票最重要。一个就是选票，一个就是钞票，所以以色列的选票不见得很多，但是很团结第二个呢，就是说他的钞票真是太多了，所以您刚刚讲了，刚刚傅雄兄讲了，哈佛大学嘛，宾州大学嘛，2个都常总统的学校嘛，可是都是私立的嘛，州政府没有补助的嘛，所以一定要靠人家捐款嘛，捐款里面占一大部分所以这2个学校就被叫停了嘛，所以它的影响力。而且像华尔街也是，然后媒体，你看《纽约时报》是谁的，《华盛顿邮报》是谁的，连好莱坞里面很多的大的公司也都是犹太人，所以犹太的影响是360度全面性的这样的影响。今年又遇到选举年，然后呢，拜登的对手很可能又是川普，而犹太人跟川普的关系是很不错的，不是因为他的女婿是犹太人而已，而是犹太人最希望回到耶路撒冷去建都。可是当时在联合国里面就是不允许耶路撒冷来建都嘛，那谁承认他呢？川普就是第一个承认他的，美国历任总统拒绝接受，奥巴马、克林顿这都拒绝接受，可是川普就承认了，而且川普对以色列也是百般的支持，所以这次的选举，拜登认为要抢这个犹太人的钱跟选票的话。很可能就是要表现得更加的强硬了那我的感觉是这样，最后他会不会进入加沙？当然你要进去，而且可能这几天就准备要进去。那进去的人会不会遭到这个抵抗？我认为一定会遭遇抵抗。这个抵抗能力有多强呢？我认为以色列他们的情报不要因为他一时的疏忽，然后就认为他的情报很差。
他对加沙其实有很多的情报人员的部件啊，所以他已经是评估到差不多了，摧毁了相当的力量后，他才会进去。所以进去以后的死亡还是会很惨重啊。不管怎么样，这时候真正影响最大是阿拉伯国家，你怎么看待吗？好，阿拉伯国家如果群起，尤其是伊朗，就直接投入战争的话，那这场仗就真的会没完没了。因为约旦是对美国是百依百顺的，约旦其实是接受以色列支持的，私底下大家都晓得的。那为什么这次拜登要到约旦去，要跟巴勒斯坦的总统见面？那约旦最后就说不行，我不跟你见面了。为什么都敢出来？因为知道这次以色列对加沙走廊做的太狠太毒，已经在阿拉伯世界引起很多的愤怒。约旦这时候如果提供场地，让你跟巴勒斯坦总统见面，让你拜登进来，大概约旦自己本身都会觉得很危险。好吧，上次医院被炸，所以有500个人死亡啊。美国说没有，只有300个啊。那另外呢，约旦外长警告了，说最糟的局面要来了哦，因为怕以巴冲突扩大，而且很多国家可能被拉进来。休息一下再回来。美国国务院很少这样发布哦，全球警戒给老美，你们到全世界各地都要小心哦。那 the world situation is tense 啊，就是全世界都很紧张。海外美国公民要注意旅游的安全，因为可能发生恐攻、反美示威啊。全世界不同地区局势愈发紧张，所以对美国公民可能会有示威或暴力的行为啊。那另外呢，这个呼吁美国人在观光客常去的地方应该保持警觉，而且呢，应该去登记旅行者登记计划，万一发生事情还可以找到你啊。我觉得当然了，老美国务院对老美，我们要对台湾人讲，老美人多的地方不要去。记得吗？以前巴厘岛发生爆炸，什么酒吧什么，都是因为老美，他就针对老美。那你衰了，你跟他跑去，所以看那个非我族类你就少去那些地方在什么欧洲，现在欧洲旅游的啦，什么亚洲啦、泰国啦、香港啦，什么很多西方人在的地方，最好离那边远一点。美国都很紧张了，你不紧张啊？对，我们外交部也应该发美国人在的地方少去那中东局势很升温各国都启动撤侨计划。美国、加拿大、南韩、日本、德国，本来台湾没有的啦，后来在立法院吵一吵，李桂明骂，他们说现在也要撤了也是因为那边局势开起来比较严重10月20号下午5点左右要进行撤侨不是撤回台湾了，是撤到罗马去那我们看看这个他们到底整个撤侨的情况怎么样？我们看一下。随着中东局势越来越紧张，以哈冲突升温，台湾驻以色列代表处决定派出撤侨专机。目前掌握的人数呢是大概有149人，他们都是平安的，而且呢，他们将会搭乘这个专机来飞往到罗马的机场。今天台湾时间下午5点左右，确切时间我们不宜对外公布，因为涉及到安全问题。今天下午台北时间5点左右。根据外交部表示，如果机上还有空位的话，基于人道和互助考量，会提供给有台国家的使馆人员和侨民搭乘。好，南京有经验是吧？对，在第一次波湾战争的时候，那时候就是伊拉克不是入侵科威特嘛然后后来呢，因为我们在科威特呢，我们的代表后来他们因为他这个夫人他们的整个身体状况的这个问题，他们先离开了。但是因为我们在那边还有很多中工中华工程的这个员工还有一些医疗团队等等的所以当时呢就有关于就是说怎么代表先走了这个问题呢吵了非常的严重。那后来呢我们就外交部这边就派了这个专机，因为你要从科威特要撤出来嘛派了这个专机呢到这个约旦去撤侨。我们那时候就去采访到这个约旦去撤侨的我觉得撤侨这件事情就是之前的时候在这个立法院呢这样子吵我觉得要分2个部分了第一个就是说我们在以色列的这个侨民跟我们当时在科威特的这个状况是不一样的。我们现在在这个以色列的侨民147人稍早之前说149人，他们呢很多呢
都是比如说有一些是嫁去那边的女生，那他们的很多的这个先生，他们现在都已经去入伍嘞，他们都已经去当兵嘞，都已经去上战场了啊。然后呢，他们呢眷属呢要不要离开来？就很多都是他们自己的决定，那当然还有一些留学生等等啊。所以呢，在战事一发生的时候呢，第一时间的时候呢，其实最感到紧张的是谁？是旅行团，是在那边的旅行的这些的旅游的人。所以那时候一开始不就说什么有我们的台湾的这个民众在那边，他们要这个订机票啊，订不到啊，然后就是要请外交部订啊，外交部就说你们自己要上网订，然后就会有一些媒体啊，或是民意代表说骂这个外交部。我觉得这一点哈，我是绝对是站在我们这个外交部还有这个驻以色列的办事处的立场上面的哈。在这样子的这个情况之下的时候呢，本来旅客呢、旅行社本身呢，他们就要负起一个最大的一个责任。因为撤侨的这件事情呢，它完全就是看说，第一个有没有需要撤侨，第二个你有没有能力撤侨。我们在当地的那个办事，我们没有这个邦交关系的情形之下，而且那时候大战一开始爆发的时候，很多国家都撤不出去啊，你的航线也都订不到。我觉得把我们的驻以色列的办事处呢，当做这旅行社来讲，我觉得这都是我们的民众呢都被惯坏了。那至于到撤侨这件事情上面来说的话，我觉得这个吴钊燮呢，在这个立法院呢，跟这个李桂明委员在那边呛来呛去哈，然后我觉得那是很缺乏风度的啦。这个立委当然有质询的权利啊，然后到今天这个李纯次长呢一再强调说，我们这个要撤侨呢，跟这个立委的质询无关，都是跟这个需要有关。我觉得这种东西都是非常的无聊。你到目前为止，因为他们之前的时候在那个相关的我们在以色列的网站上面已经经过登记了嘛，然后有的他们一些的团体都说你今天如果说你要搭这个班机，然后到这个罗马去的话，你赶快就来登记。所以说你有这样子的需要，而且你有这样的能力的话，那你就撤嘛，好。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其实刚才这个赵先提到的，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说，当美国发布了全球警示的这样子的一个通告的时候，就表示呢，以巴冲突呢，它现在就是在升温了啊。不但呢是这个美国发布这个全球警示，因为美国呢很清楚的知道，在它这一场的这个以巴冲突里面，美国、英国他们现在已经是跟这个以色列站在一起了啊。当美国呢把这个加萨这边的医院的这个攻击，他都说是圣战组织所做的啊，他都说不是这个以色列的这个攻击的时候，美国就已经选边站啦。那所以呢，在美国的所有的其他地方的人，你当然都要去面对到的是阿拉伯的这些激进的这个分子，他们所对你发布的这些孤狼式的攻击。还有一个呢，很严重的哈，就今天呢，在这个沙烏地阿拉伯的吉达是召开了这个伊斯兰合作组织的外长的这个会议，马来西亚的外长就在这个会议之中呢，严厉的谴责以色列呢侵略这个巴勒斯坦侵略这个加萨走廊的这样子的一个行为，所以全世界的这些的阿拉伯的国家的这些人在这一件的事情上，他们是团结起来的。如果说不能够透过有效的控管中国、俄罗斯、英国、法国然后这个联合国的这个五常。然后我觉得可以比照在伊核协议的这个时候，联合国的五常要再加上一个阿拉伯沙烏地阿拉伯来去控管这样的危机的话，这样的冲突不知道会引爆到什么样的局面，是非常悲惨的。对，亚洲其实有不少穆斯林国家了，是啊，最大的印尼最大，马来西亚也不小哈。那好吧，这个吴钊燮为什么拍桌子？我们看一下。你没有啊！我现在告诉你讲的不对，我现在告诉你说你为什么没有回答？因为我问你的问题是说，现在有没有问题啊？我就跟你讲说现在没有问题啊！你就是无聊，你真的无聊，你用这个没有办法掩饰了，没有办法掩饰你无为了。我老百姓要知道，这个是人身攻击，我反对。用人身攻击的方式，委员，你的答案实际上面就是这个样子啊！是你的实际上，我的问的问题是说人身攻击，你的事实上就是不能够用人身攻击的方式。你会不会让刚刚那个人身攻击的方式，这个是没有办法接受的。我可以道歉，你这是可受公平之事，我不道歉。
就非常难过。今天这个是礼拜三外交国防委员会，外交部长在这个会期第一次到国会做业务的报告，并被质询。李桂明委员他其实问的问题，我觉得是一般普罗大众，而且也是我们国人非常关心，就说现在以巴冲突已经升温了，而且美国以及其他世界各国都有所谓的撤侨计划，台湾有没有？第一，有没有我们国人在以色列？有吗？100多位嘛。第二，如果说他们真的要危机的时候，有没有这个相关的撤侨计划来协助这边来远离这个战场？其实这个是世界各国对于政府、对于我们国人的一个保护跟一个保障。但是你看，第一，吴钊燮他被问到的时候，他讲什么？他居然讲说，以巴战争目前对台湾没有影响。我们不是问说以巴战争会不会打到台湾，对侨胞有没有影响？我们是说会不会对侨胞有影响？那我们有没有撤侨计划，把这100多位的侨胞可以让他们选择要不要离开这样的一个战场嘛？那讲不到2-3句话，他就突然整个情绪压起来，然后就变成更小灯 Shuki， 然后就变成刚刚我们看到画面，并且行政官员居然拍桌对于民意代表。我就说，民进党政府，你们所有的官员以为你们在呛下的是在野党的立委，错了，你们呛的其实是代表在野党立委所代表的民意，也就是台湾2350万人。而且更重要的是，外交部过去到现在，或者是不要说外交部啊，我觉得民进党的这部会，尤其是在这个会期，所有部会好像是他们中央厨房已经有下令了，只要在立法院几乎就是寸土不让，任何的质询或是任何的一些只要跟民进党有可能扣分的议题，他们都会有这对呛的一个状况。那这跟我们一开始所谓的不管是我国宪法体制、立法跟行政2大部门的一个监督跟质询，到底已经是完全的乱了套。所以最后我必须要讲啊，吴钊燮真的是我是有人讲的情绪控管的问题，因为其实你看李桂明委员他在讲说，他不是讲你无能哦，他讲你无为，有没有作为？吴钊燮在礼拜三的时候确实讲是说，目前还要观察之中，还没有撤侨计划。那你不是无作为是什么？而今天如果说你真的觉得说不重要、没有影响的话，为什么会突然1天之后突然改变，突然又有撤侨计划？所以其实你是有计划的，或者说你是有讨论，或是你是有准备的，只是你不愿意在国会的时候回答在野党的立委，这样的做法真的适当吗？休息一下再回来。